大家好，天堂經典版今天繼續帶大家吃瓜看戲。這是巴哈討論版上6月20號的文章，會過將近1個禮拜才來講這個，主要就是想讓子彈飛一回。我們就來看看這篇文章的內容到底說什麼吧。這是針對水蛇伺服器艾辛蒙不滿的文章。一開始主要是在說艾辛蒙在打惡魔的時候，發現其他盟的人想要來蹭王，他們寧可讓整群盟友陪葬或者是飛走，讓其他盟吃不了王，事後在公屏或私訊嘲諷對方都是王朗，從未見過有如此厚顏無恥之人。接着他後續發現其他玩家在吃巨魚女王或者是冰之女王，因為他這裡沒有說女王到底是哪一個。隔天呢，艾辛蒙就派人卡在入口，不讓艾辛蒙以外的人進入，徹底落實包王的行為。最後呢，他還指控艾辛蒙說一套做一套，開服初期大家實力不夠的時候，在公屏上裝卑微，號召全服一起打王。現在艾辛蒙壯大強勢了，就翻臉不認人，只准自己打，不給其他盟摸。這篇文章他就是寫出無氪玩家與小氪玩家的根本問題，就是說，如果這些無氪與小氪玩家隸屬於艾辛蒙以外的血盟或陣營的時候，就可能無法會獲得部分的伺服器資源。當然，原 po 不願意加入艾辛蒙一起打王，肯定有他自己的堅持，這個就不便多說。但是呢，如果剛好自己所在的陣營處於比較劣勢的一方，在天堂這種養成型的競技遊戲裡頭，確實本來就會喪失一些伺服器的資源。不過呢，你這個水蛇伺服器是 PVE 的伺服器，能夠包王其實也不多吧。冰之女王可以用卡位的方式，因為它沒辦法瞬移嘛，然後還有小巴這些地區啊改成戰鬥區域的樓層，可以達到包王的行為，但其他可以透過瞬移達到王點的地方啊，應該都可以達到，就過去丟一發魔法，或者是拿弓射幾箭，反正只要有做到傷害，就有機會吸到寶。畢竟都有知名實況主一發光劍吸到寶的情況了，所以呢，就是想盡辦法做到傷害就行。反正 PVE 伺服器他們又不能殺你，他們最多就是大不了鳥獸散不打這隻王，把你孤身一人留在那邊打不了王。但是呢，如果他們願意這樣做，你一個人直接干擾幾十個人的時間，跟他們耗，其實我猜他們應該也耗不了啦。之後呢，他們就會不管你。想蹭就蹭，然後呢，這邊底下留言非常的熱烈，我就不特別一一亮出來了，大概講一下我整理的重點。主要就是有分兩派，挺艾辛蒙跟反艾辛蒙的。挺艾辛蒙的網友呢，主要是要想表達，像原 po 這種就是沒付出只想白嫖王，說原 po 自己的盟沒有能力打王，然後又沒有去研究王的行為模式，也沒有自己組織盟友或戰友一起去測試打王。這些測試打王的過程都有可能會喪失很多經驗跟水錢，像原 po 這種白嫖仔還想一發光劍想吸寶，完全不知道這些人研究與測試的辛勞。接着呢，就是反艾辛蒙的網友表示啊，過河拆橋，大玩雙標，大家實力不到的時候，請大家一起團結吃王，等到實力足夠之後呢，就變臉翻臉不認人。另外呢，也有說都是 PVE 伺服器就不應該包王，如果真的有出現包王的情況，那散戶玩家就應該當小白蹭到底，大不了就是大家一起幫 BOSS 補血，不給吃王就是大家一起不要吃，不然就是給大家蹭。當然也有艾辛蒙的成員啊出來反駁說，艾辛蒙的福利其實很好，在盟內的無氪小氪玩家體驗都很好，隨便都可以完成小時候的夢想。然後他還說，艾辛蒙針對的並非所有散戶玩家，而是常在公屏嘴炮他們的特定玩家或血盟。另外呢，他們也歡迎其他散戶玩家一起加入艾辛蒙，一起吃王，就沒有包不包王的問題了。接着呢，還有另外一篇回復文章啊，另外開闢了泰坦的戰場。他想表達的是，知名創作者電玩洛克玩天堂的初衷就是想要熱鬧跟好玩。所以偶爾也會號召大家一起吃王，但是呢，就會遇到伺服器內專職在賺錢的血盟，害怕散戶玩家打到寶，破壞市場，影響他們的利潤，用了一些反制的手段，像是故意幫 BOSS 補血啊，或者是放加速，讓散戶玩家吃不了王。等大家鳥獸散之後呢，這些賺錢盟再自己偷偷的把王吃掉。
如果遇到賺錢盟吃不了的王，他們就會用同樣的手段阻止王被吃掉，確保這隻王的寶物呢不會流入市面。但是他並沒有一昧的針對這些賺錢盟指責，他還有說出他認為 PVE 玩家比 PVP 玩家更自私、更貪婪的地方。他指出呢，吃王的時候啊，開打前都有教學指導啊，還有宣導打王的流程與步驟。但是呢，不少散戶玩家都不聽指揮，各打各的，完全不顧團隊的死活。不過這邊底下的留言卻是出現互揭瘡疤的情況。但是呢，這些留言內容不一定是事實，大家請理性看待。有反電玩洛克的一派，還有擁護電玩洛克的一派。反電玩洛克的一派，他們主要是說，一開始想要毒死小巴，就是包藏小巴的，就是這位實況主。另外呢，就是在城戰打輸之後啊，洛克直播中的觀眾帶風向，想要進行抹黑的行為，就是抹黑他們是使用外掛。還有說跟洛克一起吃王的人啊，大多都是散戶玩家，自己的機體不進步，整天只想蹭王吸寶。大盟現在有能力自己吃王了，本來就沒有義務帶散戶玩家一起吃。接着呢，就是散戶玩家挺洛克的這一派啊，他們說到洛克並非不給蹭王，主要是太多蹭寶的玩家不聽指揮，導致打王很累，而且很有可能會失敗。簡單說呢，就是短時間火力不集中，或者是不聽指揮，導致受到打王的機制影響，吃不了王，才漸漸的沒有繼續號召大家吃王。看完兩篇比較嚴肅的吃瓜看戲環節，最後我們來看一篇比較輕鬆的。可能痛苦的只有一位玩家，就是有一位玩家呢，他在歐瑞地區抓顆粒的時候，他可能在抓到狗之後呢，發現自己的武器怎麼不見了。在背包找了一段時間沒有找到，然後在對話框就看到了這句話：對顆粒給予了+8十字弓。這位玩家表示啊，這樣的情況把武器丟到狗身上啊，比爆掉還令人抓狂。下次進行類似的行為之前，他會先將武器鎖起來，然後他也把這隻狗的名稱取為+8十字狗。他這隻狗啊，以後進化，假設有開進化，應該會成為他所有寵物中最有力的打手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，感謝大家觀看。大家對於 PVE 伺服器吃王有什麼看法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哦。